不堪回首的往事，或是浴火重生的蜕变。同样一件事情，留下来的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记忆，跟您在睡觉当中能不能好好做梦很有关系，甚至与慢性失眠的发生有关哦。您好，欢迎回到元气医生频道，我是刘恩德医师，我会在这里分享许多有关呼吸和睡眠的科学方法，来帮助大家呼吸顺畅，睡得更好。2021年发表在顶级医学期刊 Physiological Reviews 的回顾性文章，探讨了关于慢性失眠与睡眠期间快速动眼期之间的关系。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看法。简单的说，如果一个人在睡眠期间的做梦过程一直无法好好完成，对于他的情绪压力缓解可能会造成相当负面的影响，甚至反过来影响睡眠品质，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后就造成慢性失眠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快速动眼期是我们在睡眠期间大脑非常忙碌的阶段，其实就是我们睡眠期间的做梦阶段。这是我们的大脑在快速的进行记忆与经验的横向沟通，有助于我们化解白天发生的各种情绪压力。所以常常有人觉得想不通的事情，睡觉起来就神清气爽了。虽然睡眠的生理机制与昼夜节律、睡眠驱力、清醒系统这3个都有关，但是真正搞到失眠的人，其实问题比较偏向清醒系统。简单的说，从小到大所有遇过的压力、难堪、恐惧等等，如果是正常情况，多半可以透过睡眠时的快速动眼期，把这些经验重新诠释，大脑就能够把压力变成助力，负担变成挑战。因此我们遇到的慢性失眠，很可能就是经年累月下来没有处理完全的情绪与精神压力，已经在大脑形成一种特殊的应对模式。当年纪大了以后，只要面临类似的压力，这些人的大脑一定是非常紧张，各种情绪纠结、战与逃的反应通通出来了，他的清醒系统势必一直拉警报，自然睡不好。而这样的结果就会让少得可怜的快速动眼期更进一步变得更是碎片化，时间更短，面临新的生活压力时的排解能力就更弱。所以整个情况是雪上加霜，因此重点不是经验本身，而是如何处理过去的经验，尤其是睡眠时有没有好好处理。这样的话，会不会很多人从小时候就已经有睡眠的问题呢？根据小时候的生活经验与睡眠品质的好坏，我们可以分成4种情况来跟大家说明。情况1，小时候生活压力大，受到虐待、资源不足等等，如果睡眠品质很差，大脑还没有建立对于负面经验的正面解读与能够转念的预测模式，就可能从原本潜在的失眠病人，慢慢的发展成慢性失眠了。情况2，小时候生活压力大，可是睡眠品质很好，他的大脑总是利用睡眠时的快速动眼期来进行背景调试工作，越挫越勇，小小年纪就拥有成熟的心智。情况3，小时候生活压力小，资源丰富，虽然睡眠品质不太好，可是面临的压力不大，慢慢的还是长大了，没有留下太多的问题，倒也迷迷糊糊，平平安安。情况4，小时候生活压力小，资源丰富，睡眠品质也很好，这个就不用讲了，平平安安长大，生活历练虽然比起别人少一些，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就看自己长大后的造化。从这个结论来看的话，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失眠的问题那么难改善，尤其是慢性失眠。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透过正念冥想，让我们才有机会重新看待这个问题。而影响睡眠的另外2个神经生理机制，昼夜节律与睡眠驱力，比起这个棘手的问题，就相对单纯一些了。从小开始有2件最重要的事情，能不能睡得好，以及处理压力的能力。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第一，
从小就要检查有没有潜在的问题，可能影响到睡眠，例如口呼吸、打鼾等等。第二，建立一个压力的应激自我检查方式，透过问卷、心率变异度评估自律神经、唾液皮质醇水平等等。第三，把治疗失眠的观念逐渐转变成预防失眠的做法，或是察觉到可能有潜在的失眠问题时，更早开始进行正念、放松等步骤，甚至提早咨询专业医疗的协助。第四，对于已经被诊断出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病人，更要小心评估，因为睡眠呼吸障碍会因为提高警觉度，不易进入熟睡，因此对于情绪容易紧张，影响到睡眠品质的人，就更应该积极处理。最后，针对过去没有能够释怀的心理创伤，在諮商师、精神科医师等的专业引导及帮助下，抽丝剥茧，找出问题的症结点，逐步整合创伤记忆，转化为成长的能量。这样的话，睡眠品质也同时能够得到改善，不但原本的慢性失眠可以逐步得到缓解，面对生活中各式各样的压力挑战，也能具备更好的能力，透过睡眠将压力化为助力，走出慢性失眠的恶性循环。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良好的睡眠在帮助我们把难题转化为挑战，因此从年轻时就需要照顾好自己的睡眠品质，睡饱睡满。之后的节目我也会继续分享更多让你能好好呼吸、睡个好觉的影片，请有兴趣的朋友按下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我是刘恩德医师，愿你用呼吸和睡眠找回自我疗愈的原力。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